美国终于动手了。2025年9月2日，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突然抛出一颗定时炸弹，全面撤销外资半导体企业在中国的经验证终端用户资格。120天缓冲期一过，到了今年12月31日，中国厂商将真正走到断供边缘。听上去只是一纸文件，却足以让整个中国科技产业链心惊胆战。因为这意味着从过去的绿色通道，一夜之间变成了逐项审批的羊肠小道。每一个零件、每一瓶化学试剂、每一台设备都要单独申请出口许可证。审批的结果，美国人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只允许你维持现状，但不允许你扩产升级。这才是真正的掐脖子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所谓的 VIEW 计划其实就是在美国严格出口管制下，留给台积电南京厂、三星、SK 海力士这些外资企业的一点生存缝隙。过去他们还能在中国安心运转，是因为这张通行证。台积电南京厂16纳米、28纳米的制程工艺，虽然不是最尖端，却是汽车芯片、消费电子 SoC 的刚需核心。三星西安厂，全球最大的 NAND Flash 生产基地之一，每个月产出数百万片存储芯片。SK 海力士无锡厂更是全球 DRAM 市场的供应重镇，占其全球产能的40%。可是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进口设备、零组件、化学材料，统统要逐案申请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台积电南京厂的光刻机维护可能要等几个月，意味着海力士无锡厂的一批化学药剂可能卡在海关报不进来，意味着三星西安厂的扩产计划要无限期搁置。用一句话来形容，过去是高速公路，现在要走羊肠小道。而更令人不安的是，美国商务部次长凯斯勒在声明里毫不掩饰，这是堵塞出口管制漏洞的关键一步。简单粗暴，凡是可能提升中国技术水平的，统统堵死。美国的目标很明确，14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。这不是随便挑的，而是卡在一个关键的节点。14纳米已经是手机 SoC、AI 芯片、汽车高算力芯片的门槛。中国厂商最需要的正是这个档口的突破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进口半导体总额高达3494亿美元，占全国进口总额的16.9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石油、铁矿石、粮食加起来都没芯片花钱多。中国一年要进口超过6000亿颗芯片，人均400多颗。而这些芯片的核心设备，比如 ASML 的 EUV 光刻机，背后都有美国技术。即便是日本东京电子、德国巴斯夫的化学材料，也逃不过含美量规则，只要还有超过25%的美国技术，就必须遵守美国管制。换句话说，美国不是在切断一根供应线，而是在摧毁整个生命线。台积电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，南京厂产能只占台积电全球的3%，影响有限。台湾政府甚至迅速通过930亿新台币特别预算来兜底。听起来很冷静，但冷静背后是赤裸裸的算计。3%的产能可以舍弃。台积电不会和美国硬碰硬，它的护城河在于台湾本岛的5纳米、3纳米工艺，不会因为区一个南京厂去冒天下之大不韪。更惨的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。三星在华产能占到全球的20%，海力士更是高达40%。如果这些产能被掐死，不仅是中国的灾难，也是韩国的灾难。韩国政府现在骑虎难下，如果完全站在美国一边，自己的企业将血流成河；如果想保住在华利益，又可能被美国制裁。这就是美国的狠毒一刀切，把盟友也拖下水，让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都被迫选边站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中国不能找替代吗？现实比想象残酷得多。
半导体产业是最全球化的行业之一，一个芯片的诞生可能要经过10几个国家、数百个环节。你以为买不到美国货就能转去日本、荷兰？错了，因为那些日本、荷兰的货里也有美国技术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一台 ASML 的 DUV 光刻机里面有超过2000个零件，其中一半以上由美国厂商供应。即便你把整台机器从荷兰买过来，没有美国那一半零件，它就是一堆废铁。这就是中国的死结。2024年，中国本土晶圆厂产能占全球仅约 15%， 而且主要集中在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。先进制程基本被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3巨头垄断，没有设备，没有一代软件，没有材料，所谓的自主可控只能停留在口号。如果单一许可申请演变为推定拒绝的常态，关键零件无法及时获得，生产良率和交期承诺都无法达标，那么继续营运的机会成本将超过关闭或转移的损失。换句话说，外资撤离不是可能，而是必然。中国花了20年，用巨额补贴和土地优惠把台积电、三星、海力士拉进来，结果一夜之间，这些厂子可能就要变成烂尾工程。想想那是多么悲惨的画面，厂房还在，机器还在，工人还在，却没有原料，没有零件，产线停摆，灯火熄灭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而是120天后可能发生的现实。有人说，中国手里也有王炸稀土，毕竟中国占据全球60%的稀土产量，在磁性材料、风电、军工领域几乎不可替代。过去几年，中国多次扬言要用稀土来反制美国的科技封锁，但现实无情。稀土不是石油，它的提炼、加工、应用链条复杂，真正掌握高端应用技术的是日本、美国和欧洲。中国卖得掉的只是初级氧化物，价格低廉，利润薄如纸。数据摆在眼前，2024年，中国稀土出口额仅72亿美元，还不到芯片进口额的2%。这点筹码，拿什么和美国的半导体霸权抗衡？更残酷的是，美国早就未雨绸缪。2018年以来，美国联合澳大利亚、加拿大加速布局稀土矿，甚至出资支持 MP Materials 和 Linus。到2025年，美国本土稀土加工能力已初具规模。所以，中国所谓的稀土反制，到头来可能只是一个笑话。面对美国的封锁，中国政府最直接的反应还是砸钱。2024年，中国半导体产业基金规模达到3440亿元人民币，号称要重点攻关光刻机、EDA、材料等卡脖子环节。可是，钱能解决一切吗？过去的大基金17、27已经砸出去上万亿，结果如何？烂尾项目一堆，武汉红星人去楼空，几十亿打了水漂，泉州晋华被美国拉进黑名单，工厂荒废，合肥长鑫、紫光集团一度陷入债务泥潭。而更讽刺的是，很多芯片公司拿到补贴后，转手炒房、买地、做理财，真正的研发投入却少得可怜。中国科学院一份内部报告指出，过去10年里，国内上千家半导体初创企业，90%以上活不过5年，真正能做出产品的屈指可数。这就是现实，砸钱容易，突破难如登天。很多人会觉得芯片断供离自己很远，好像只是企业的麻烦。错了，这场禁令最终会渗透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。手机更贵，2024年中国手机市场出货量2.58亿部，国产品牌几乎全部依赖台积电和三星的代工。一旦产能受限，国产旗舰机的成本至少上涨15%至20%。到时候，一部国产手机
可能比 iPhone 还贵。汽车停摆，2024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951万辆，占全球的60%。但新能源汽车最缺的就是芯片、动力控制、自动驾驶、车载系统，全都要用。断供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车厂要么涨价，要么停产。家电涨价，冰箱、空调、电视、洗衣机，哪一个不靠芯片？2024年，中国家电出口额968亿美元，一旦缺芯，连出口都会受影响，失业潮随之而来。失业激增，半导体产业的就业带动效应惊人。仅长江存储一个项目，就直接带动5万人就业，间接带动20万人。一旦断供，导致外资撤离，数十万工人会立刻失业。所以，芯片战不是企业家的烦恼，而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噩梦。财经学者普遍认为，这不是一场短期摩擦，而是一场10年以上的持久战。美国的策略很清晰，用出口管制卡住中国的技术上限，用关税和232条款拖垮中国的市场竞争力。中国的处境很被动，既要砸钱补短板，又要面对产能过剩、外资撤离、市场萎缩的3重压力。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测，如果管制措施全面落实，到2027年，中国大陆在全球晶圆产能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6%下滑到12%以下。换句话说，未来5年，中国不仅追不上，还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。断供不是一纸文件，而是一把悬在中国头上的刀。